Hello everyone，我是身在台湾、长在澳洲、嫁到成都的澳台妹纸，我是红糖糍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成都的租房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到要来成都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居住的朋友。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搜索房源，这个步骤可以通过几个方式来进行。首先就是网络搜寻，你可以上像是安居客、链家、58同城或者是闲鱼网之类等等的。进去了网站之后呢，你就选你所在的城市，然后你可以输入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你想要找的住房的类型，你想要几房几卫，是否要合租还是整租，要不要离地铁口近等等之类的，使用起来很方便。然后呢，当你看到你想要的租房的时候呢，你就拉到下面，它就会有联系人的手机电话，还有微信信息，所以你可以用这2个方式去预约看房，这样就可以了。再来第2种就是去你已经看中了的地理位置的那附近去找房屋中介。我们那个时候找的是德佑，然后我觉得服务很不错，他们就是会问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类型，就是用询问的方式，然后带钥匙直接带你们去看房子这样子的。我觉得中介都大同小异，没有谁好谁坏，然后服务都还蛮不错的。毕竟他们之后是要跟你收取1个月的租金作为中介费的。对，我当初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惊讶，因为这个在澳洲是从来不会发生的。房屋中介他们会帮房东管理房子，然后会帮他们出租房子，所以他们是跟房东收取一小部分的费用，这跟房客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所以我当初虽然后来还是付了1个月的中介费啦，那个之后再说。对，所以相当于你在成都或者是在中国通过中介租房的话，你就必须要准备首先是继付嘛，你要准备3个月的租金，再加上1个月的押金，还要再准备1个月的中介费，相当于就是5个月的租金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这个数字还是蛮吓人的。再来第3种就是比较少见的，也是被我们误打误撞发现的，那就是我们首先先去找了房屋中介去看一个小区的房子，然后我们看了之后其实还觉得蛮 OK 的，然后但是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再考虑看看，再想一想，然后就回去了。然后隔天我们就再去那个小区，然后我们去找管理员或者是物管，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有没有房子出租，然后他就直接拿了钥匙就带我们去看房了，说有。然后我们上去了之后就发现竟然是前一天房屋中介带我们看的那套房子，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套。然后他给我们说价格的时候比那个房屋中介整整少了600人民币每个月的租金，而且还不用收中介费。所以就是大家在中国租房一定要慢慢选，多看，然后多比选这样子，不然会吃大亏。那最后我们有没有租那个便宜的，然后没有中介费的房子呢？答案是没有。虽然我真的很想租那个房子，因为比现在租的房子还要便宜很多，然后也不错，但是那个房子就没有什么便利的交通工具，出门就是要开车或者是打的或者是骑车。所以我们后来选的这个房子就是离地铁口比较近的，然后就是出门的话就很方便，而且它的家具是全新的，并且是比较好的，就是你看到的现在这些家具都是它已经包在里面的。对，在国内吧，我觉得不光是成都，在国内租房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带家具的。基本上我在网上搜的时候都没有看到，都很少看到不带家具的。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像我们这种或者是来中国读书这种短期工作的人，他们只需要租个半年、1年，或者就是不是太长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省了买新家具，或者是他们离开的时候还要处理这些家具的这些烦恼。跟房东签合同，由于我们是通过中介租房的，所以合同这边就会由他们来为我们准备，是1式3份的，中介1份，房东1份，房客1份。
我觉得合同是非常正式的，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包括房东的资料、房客的资料，租期是多长，然后他租给我们的时候包含了这些家具，每一项都写得很仔细，然后也会说，什么什么情况之下会算是违约，这些都会写在里面。然后房东就会将所有的钥匙、还有小区卡、还有电卡交给房客。这个电卡的话，我想要下一次再跟大家细说这个电卡的事情。那当这些东西都交给了房客之后呢，在这个合约生效之前，我们房客需要给中介转中介费。因为他在合约里面还有写到说，如果没有缴中介费的话，此合同无效，所以当下就要把这个中介费转给中介，然后之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我们如果以后有事情的话，都是直接联系房东，不会再找中介了。这个就跟澳洲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澳洲租房的话，基本上都是不会直接跟房东有任何联系，你要修东西，你要转房租，你要干嘛，都是通过中介来进行的。就像我们在澳洲的房子，我也不会去跟房客有任何的联系，我都是跟我的中介有联系。入住当天签合约的时候，我们就有跟房东提到做清洁的事情，还有安装晾衣杆，那这些都必须要在我们入住的当天之前办理好，这样我们才可以就马上住进来，然后开始付房租了。那清洁的话，就是他们只会帮你把明显的灰尘跟脏污去除掉。细节的话，我们搬进来之后，还是全部又再擦了一遍，又再拖了一遍，所以，对。但是因为成都的灰非常的大，然后我们旁边还有在施工，就是我们是2期，然后它旁边还有个3期的还在建，所以，然后你又肯定要开窗，所以那个沙就透进来，很容易就积灰，非常的厚。所以对啊，所以做清洁的话就这样啦。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换密码锁。对，大部分在成都新的这些小区，他们都是用这种密码锁加指纹锁。我之前住 Airbnb 的时候也有看到过，就觉得很方便，就不需要拿钥匙只要给你个密码就好了，用微信转给你。对，所以这个密码锁呢，就必须要马上的去换，因为你要是不换的话，中介然后房东都还有这个旧的密码，所以这点就是一定要记得的。好啦，以上就是我在成都的第一次租房经验。那以后如果还有租房的经验，还有值得更多跟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再多说一点。那就希望可以帮助到要来成都或者是中国其他地方租房的朋友们。然后我是红糖糍粑 ，Bye for now。